哇，17.5万美金！乔布斯当年的一张 Apple One 电脑广告的手写稿，拍卖出了17.5万美金，只能说有名真是好呀，什么东西都能值钱。OK， 回到今天视频的主题，因为马上要9月份了 ，iPhone 15和15 Pro 就要出了，所以今天视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15 Pro、Pro Max、15 Plus 能获得怎么样的更新和改变？那我们先从15 Pro 和 Pro Max 聊起。那15 Pro 最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它会获得一个更窄的边框。在过去的几年里，苹果减小了刘海，引入了灵动岛，而且不断的在缩小边框。其实14 Pro 的边框已经相对比较窄了，但是和14 Pro 相比，15 Pro 的边框会窄得更进一步。所以如果把15 Pro 和11 Pro 放在一起的话，可以看出来这个边框缩减的还是挺明显的。但是有点遗憾的是，今年这个灵动岛并不会在尺寸上改变，又因为边框变窄了，所以这个灵动岛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兀了。但无论如何，今年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上岛了吗？第二个改变就是它会获得一个 Action Button 实体操作按钮。实体操作按钮其实苹果在去年的时候给 Apple Watch Ultra 就已经用上了。这个实体操作按钮通过自定义就可以快速的切换各项功能，比如用它来控制体能训练、标记指南针、航点或者开始潜水等等。当然这些都是 Apple Watch Ultra 上的功能，在 iPhone 上的自定义功能键肯定是更加符合 iPhone 的日常使用。第三个大的改变就是它的芯片了。A17 芯片的3纳米工艺，我相信这一年来大家已经听了很多了。3纳米会帮助芯片在效能上更进一步，但其实这次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的屏幕驱动芯片也从之前一代的40纳米变成了28纳米，所以也变得更加节能了。这一代的 iPhone 应该在续航上能够更进一步。接下来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点，就是潜望镜镜头。潜望镜镜头呢，会是15 Pro Max 独占的一个功能。这种镜头可以让 iPhone 15 Pro Max 实现6倍光学变焦，而目前的 iPhone 机型只能实现3倍光学变焦，所以这就使得 iPhone 的硬件变焦能力得到大大的提升。其实这个潜望镜镜头的技术呢，也并不新鲜了。2020年发布的 Galaxy S20 Ultra 上，三星就已经用了。现在的 Galaxy S23 Ultra 已经实现了10倍光学变焦。而这一次苹果虽然用了这项技术，但是它只把这项技术给了15 Pro Max。Pro 是没有的。我觉得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因为这项技术是比较占空间的，因为内部的空间限制 Pro Max 有更大的空间，所以就给它用上了。但是呢，这也导致了这是苹果自从12 Pro 和 Pro Max 以来，两个机型在镜头上再次有了区别。那很可能除了屏幕大小以外，这也会是导致大家进行购买选择时候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了。接下来就是 USB-C 充电口了。15 Pro 和 Pro Max 的充电端口终于是用上了 USB-C， 而且不仅仅是在形式上变成了 USB-C， 更是在传输速度上也是得到了质的飞跃。从之前的480 MB 每秒变成了现在的20到40 GB 每秒，而且充电线也从之前的1米长变到了 1.5 米长，而且这个充电线的颜色也会和 iPhone 机器的颜色进行匹配。那今年的颜色呢，会有银色、深空黑、灰色以及深蓝色几个选项。充电线的材质也从之前变到了现在类似于编织物的材质。那我想应该是会跟 HomePod 或者 HomePod mini 那个编织物的充电线材质比较类似。那关于存储空间和售价这两个，我想一起说啊，是因为15 Pro 和 Pro Max 的起售价增加了$100，差不多快800人民币了，涨价了。但其实它的起始存储空间也从之前系列的128GB 变成了256GB。那我去查了一下，其实现在14 Pro 128GB 和256GB 的差价就是$100，所以其实价格是差不多的，只是说你没有那个最小容量那个选项了。15 Pro 和 Pro Max 其他的变化主要是常规的各个芯片的升级，无线充电协议的升级，内存呢从6GB 升级到了8GB。这些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我会把所有的变化截图放在这里，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把视频暂停了，在这边慢慢看。除了 Pro 系列，那15还有15 Plus 的变化，我看了一下，觉得苹果差不多就是把去年14 Pro 还有 Pro Max 给稍微改改，然后换了个15和15 Plus 的名字拿出来接着卖。常规的芯片升级，刘海变成了灵动岛，用上了 USB-C， 但传输速度还是保持在了480 MB 每秒，跟 Pro 系列是有区别的。充电线也变长了，并且颜色也是会和机器匹配。
别的变化就基本上不大了。那我也会把15和15 Plus 的变化截图放在这里，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把视频暂停了慢慢看。那所以说在今年15 Pro 和 Pro Max 其实变化还是挺多的。总结一下，就是边框更窄了，用上了新工艺的3纳米 A17 芯片，用上了 USB-C， Pro Max 更是用上了潜望镜镜头。今年的发布会呢，大概率会是在加州当地的时间9月12号的星期二召开，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以上这些变化是不是都能够在发布会上看到呢？